光明日报周日发表社评指，近年来香港出现不少选举乱象，例如2016年旺角暴乱事件后，港独分子携名义当选立法会议员，随后更有后任议员借宣誓平台侮辱国家民族，宣扬港独理念。2019年修例风波中，大量反中乱港势力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在区议会选举中抢夺大部分席位。经此一役，他们又将目标转向原定2020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妄图争夺立法会主导权，进而夺取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种种乱象都源于香港现有选举制度存在漏洞，使乱港分子有机可乘，进而严重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危害国家安全。因此，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在当下非常必要、非常重要，也非常紧迫。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又坐不住了，跳起来无理谴责中国打压香港的民主与人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五就无端攻击中国，将改革香港选举制度与所谓的自由民主挂钩，并暗示美国有意进一步采取行动对此进行干预。同一天，欧盟驻港澳办事处网站也发声明妄称，改革对香港的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选出的代表可能带来长远的负面影响。对香港的这个选举制度进行指责或者进行发难，原因并不是在于民主本身的问题，而是在于它对这个香港的这种战略地位已经出现了改变而做出的一种反应。分析认为，西方国家此举完全是只许州官放火。众所周知，美西方国家选举制度的修订同样由中央主导，而非地方决定。就在周三，美国国会众议院就通过了一项大规模选举改革法案，英国治下各个地方的选举制度均由英中央政府决定。即使是自治程度最高的苏格兰地区，其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首席大臣和地方政府的组成也是由英国中央政府决定。法国宪法也规定，地方议会的选举制度由法国国会通过法律规定。同理，中国中央政府是香港一国两制的创制者，香港的政治体制问题是中央事权，中央有权有责予以完善。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周六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是香港基本法正常的延续。基本法160条呢，是1990年人大通过的，并不是香港自己关起门来定立的。所以这个基本法里面，包括政治体制这一章里面，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立法会的产生办法，都是国家行为。所以这次呢，完善我们的选举制度，这个呢，今天我们做的工作呢，其实是跟1988到90年我们2次这个草案出台那个过程呢，有些关系，也有些类似。讽刺的是，时刻将人权、民主、自由挂在嘴边的美国，插手他国内政、说三道四的行为，遭到联合国人权专家的谴责和抵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期间，联合国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特别报告员批评美国经常违反国际法的规定，在不对本国构成生存风险的情况下，以其国内法为由，对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其他国家施加制裁，严重侵犯这些国家的人权。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美国全面遵守国际人权条约，防止有关制裁对人权产生负面影响。在当天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白俄罗斯代表全球70国重申支持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并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忠实盟友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对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都没有发声。分析认为，英国在脱欧后正经历重塑的过程，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在过去1年多来和中国的紧张关系也已伤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因此三国至此都采取更谨慎的态度。美国盟友跟风谴责声音的缺失，也显示美国对盟友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以往呢，就是美国就香港问题对中国的制裁呢，都有这些国家参与或者是配合或者充当不同的角色，那么通过这些事例以后呢，我觉得他们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和效果呢，应该有一个评价，就是所谓的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或者是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是吧？可能他们心里面呢，总有一个
利益的衡量。